好吃的广式牛杂，就像江湖游侠，浪迹于大街小巷中，不拘泥于环境雅俗。一辆推车，一锅牛杂，卤汁咕噜噜散发着诱人香气，远远就能闻到烟火气息。软烂的萝卜打底，各式牛杂出锅，剪刀一顿咔嚓，听这声音，食欲已被勾起。手捧着热气腾腾的牛杂，站在路边迫不及待地用竹签开吃，称得上是最地道的吃牛杂的姿势。说起对牛杂的挚爱，两广吃货们在全国可以说是名列前茅。在广州工作多年的柳州老表陈家俊，有空也常去牛杂档转转。我们柳州也很喜欢吃牛杂，但是不是这种是广东的牛杂，我们那边是那种酸辣的，在外地呢吃不了家里面的嘛。14年前从北京毕业的陈家俊来广州工作，但干了几年，终于克制不住灵魂深处的躁动，把亲朋眼中稳定的工作给辞掉了。从小特别喜欢吃，所以说就有个梦想，想开一个螺蛳粉店。第一家店我们开了还比较成功了嘛，然后后来就觉得可以这样不停的复制开店啊，有点盲目扩张了。然后自己可能其实能力也有限哦，从来没做过餐饮的，把赚的都赔了。几年时间，螺蛳粉火遍全国，陈家俊却把赚的钱亏了回去，但他毫不畏惧，转头就盯上了另一个柳州人的挚爱——牛杂火锅。当地那样搞得不辣。对，我吃是够了，不够，我吃不够。觉得就是哪怕输了也没什么啊，输了也可以东山再起。我回柳州几乎吃遍了柳州的牛杂，啊，要选了一家就自己觉得比较不错的，想把它像当年螺蛳粉一样带到广州来。在牛杂遍地的广州，想要征服口味刁钻的老广，货源上陈家俊没少下功夫。呢個派熱，呢個正啊！得啦，我都貨，呢啲係我嘅貨啊！全部係你嘅嗱，呢個雪花肉，牛脷喺呢度，牛展喺呢度，乜都有齊㗎。嗱，今日有冇骨髓啊？骨髓今日未有，聽日正常供應啊！好靚喎，今年好靚，就要夠。牛杂不比猪杂供應多，和老板打好交道，對上暗號，每天最好的部位才能收入囊中。我们刚刚开始做的时候，我们找遍了好多市场，找遍了好多那个老板，拿货也试过不同的货。火锅店刚开半年多，食材的品质陈家俊盯得最紧。能与杂碎为伴的人，大概天生比较乐观，才能耐得住日日清洗的辛劳。像百叶这种东西啊，特别难，又臭又脏的那种，要把它处理得很干净。特别是那种叶子里面啊，要一片片的把它剥开，一定要处理干净，吃起来才没有异味。柳州人对牛杂的喜爱程度几乎能和螺蛳粉相提并论。如果说广式牛杂包是醇厚的，那么柳州的牛杂火锅多少带点野性。牛的各个部位一应俱全，除了常见的牛百叶、牛肠、牛舌，牛脑、牛骨髓，甚至是牛蛋这些稀缺部位也一字排开，等待钟情于它们的食客来挑选。除此之外，陈家俊还加了老广喜爱的猪天梯、猪脆肠等，全方位满足内脏爱好者的口腹之欲。火锅的锅底也极具地方特色，焯水的牛骨提前熬上2个小时，吃的时候在锅中加入螺丝、酸笋、辣椒等材料，再注入骨汤，咕噜噜煮开。调好的锅底鲜中带臭，酸中带辣，组成了独特的柳州味道。光是闻到这酸辣味儿，口水已经忍不住。加上喜欢的牛杂往汤中一放，
看牛杂在汤中舒展又卷起，沉浮起落间，上演一场热情奔放的美味相逢。牛百叶、牛舌、黄喉、牛骨髓，爽口的、嫩的、脆的、滑的，不同的牛杂在嘴里奏响摇滚乐，带来多重的口感体验。再蘸点特制酱料，酸酸辣辣，别提多带劲儿了。能一起吃杂碎的是好朋友，一起吃螺蛳粉味杂碎的，大概称得上是真朋友了。这就上瘾，上头了。我觉得我就应该在旁边开个理发店洗头。我喜欢吃牛杂，还有那个牛肠，就肠的话你处理不好的话很腥嘛，但这个就不腥。如果觉得火锅烫嘴，清凉爽口的凉拌牛杂也可以满足食客喜欢酸辣的胃。烫熟的牛杂加上秘制酸辣酱，红油撩人，牛杂挂满酱汁，开胃解馋。吃完牛杂，就着酱汁拌上柳州切粉，嗦上一口，酸辣爽滑，精神抖擞。极具广西特色的鸭脚包也吸引着识货的老乡。带皮的鸭脚在热油里炸到金黄，皮肉脱离，放入田螺、酸笋、鹌鹑蛋等配菜，点缀上紫苏和特制的螺丝汤焖煮。厚重的滋味带着满满的胶原蛋白奔涌而来。鸭脚皮的软糯，肉的酥烂，筋的弹性，在唇齿之间肆意盘旋。我就是老是我老乡来了，我妈是会长的。你有没有觉得我们这里跟这有什么区别？吃起来差不多吧，还挺正宗的。我那个粉就是从广西来的，我就拿那个粉。凭着地道的柳州味儿，甄家俊在美食遍地的广州征服了许多同样好这一口杂碎的老饕，更吸引了那些身在异乡的柳州人。听着亲切的柳州话，闻着熟悉的酸辣味儿，满足了胃，更满足了心。在热气翻滚间，他们仿佛回到了家乡。家禽类的动物可以说是杂碎最大的来源，它们身上所有的器官基本上都可以供我们食用。老西关的小巷里，无名鸡杂汤店每天早上都会被一群吃货围住。一次性碗筷、塑料凳，或站或蹲，吃上一口鸡杂，就一口药味浓郁的汤，舒爽。懂吃的人都是勤快的，要是过了11点才来，便只能听到一句：“明天请早。”和街边档口不同，这几年广州兴起的烧鸟店，实则是花式吃鸡。大厨们充分利用鸡的各个可食用的部分，鸡腿、鸡胗、鸡肝、鸡心，甚至是喉管，都被一一拆解，做成高级料理。要看一家烧鸟店够不够正宗，还得看它们的种类是否齐全，而稀有部位往往是会被人忽略的。鸡冠、凤尾一般是被丢弃的下脚料，但在烧鸟店中却是需要预定的。心边肉、鸡皮、白子，这些不起眼的杂碎，都是吸引吃货们一探究竟的美味。在这里，鸡肝还有一个品类叫白肝，其实就是鸡的脂肪肝。
相较于一般的鸡肝，白肝吃起来的口感更显丰腴。而食客们最追崇的提灯，是将还未形成的鸡蛋和内脏串在一起，形似提着一个灯笼，酱烤后一口吃下去，蛋黄在口中爆开。看着食客们迷醉般的表情，便知一串入魂。鹅杂则与卤水更配，在潮汕，卤水是众多杂碎的最佳归宿。鹅肝、鹅胗、鹅肠，加上永远啃不腻的鹅掌、鹅脖，只要是鹅身上的，被潮汕人卤了个遍。媲美法式鹅肝的卤水粉干，最是让人难以忘却。上千元一个的老狮头鹅头，地位也不容小觑。簇拥者眼里没有杂碎，全都是有钱都不一定能买得到的美味。坐标西安，这座美食视频拍摄者的打卡地。这里小吃琳琅满目，制作精良，孕育了不少隐匿于闹市的美食制作高手。有个年仅8岁就拥有360万粉丝的西安本地吃货，和同龄人不太一样，他泡在厨房里的时间远多过书房。小雨啊，咱俩吃完泡馍吧，好长时间没吃泡馍了。吃啥泡馍嘛？明儿放假给你走。不是嫌人家泡馍给你一牛肉多吗？咱们能多点。呀，原来俺小雨是这样子。小鱼的底气来自于真手艺。每到周末，他不在各种课外补习班奔波，而是给全家人做饭，已持续2年时间。从一开始给妈妈做饭打下手，偶尔炸炸厨房，到现在和面、擀面皮、切菜、炒菜，样样精通。咋有了啥？给他擀面去。为啥擀面？你昨天不是想吃泡馍吗？跟你说。妈呀，那这多的肉，这牛肉吗？羊肉？羊肉。羊肉呀，我最爱吃的，抱一抱。呀，我抱一抱。作为地地道道的西安人，小鱼擅长的是一切面食的制作。待小鱼驾轻就熟地处理完泡馍饼，香喷喷的羊肉也就炖好了。爸，帮忙！来，弄得早上那么弄好，不然饿的。哎呀，这馍可以吗？小鱼每次做饭，妈妈都用手机记录分享，既馋坏网友，也惊到其他家长的。你看看人家。可以哈。哎呀，王生，你可以啊。背馍，刚背小的，记熟了吗？是的。忙活了1个早上，终于把泡馍的配料备好了。最后只需在锅中加入熬好的羊肉汤，中火滚上1分钟即可出锅。差不多好了，有。哦，我给你倒。哇，好了。开饭嘞！这个多。哎呀，给我端了一个最大的碗。小鱼端最小的。好吃不？好吃。油太多了。肉烂挺，比外头的好吃的多。就是的，小鱼呢，明天礼拜天再去趟游乐场吧，把月跟叮当也约上，好不好？我要踢球。你要踢球啊？让他们来做点吃的吧。做寿司。好主意。这个主意好。小鱼出行定有自制便当相伴。为了加强运动补给，他拉上妈妈去市场选购做寿司需要的材料。没吃早餐的小鱼来到市场的第1个任务，便是先伺候好自己的胃。哎呀，吃饱了。吃饱了。那你去买食材还有东西，那你自己能搞定啊。能边吃边走。还要把钱给我嘞。哦，对，我忘了给你钱了。你让给人家笑呀。哦，对，我没让你给人家笑。哎呀，你给人家笑，人家也不行，都要给钱的。省着点花啊。小鱼，要不午餐肉。
几块？给13，小老板，给我找了。黄瓜咋卖？黄瓜3块。正是因为于妈懂得放手，让孩子在兴趣的路上走得更远，小鱼对买菜做饭这种生活琐事才会如此感兴趣。那个你前面那个苹果里那个8毛1斤8毛1斤。你不去看，我让你去看。那我说咱们去看呀，看到底是不是真的便宜？回到家，小厨师系上围裙，就开始备料做寿司了。首先来个绝活，煎鸡蛋。不少网友怀疑小鱼是否真的会做菜，这娴熟的刀工可骗不了人。会这样会更好吃。我给你吃呢。我感觉有点不想吃。告诉他们了，说小鱼哥哥还能手扑扑。在这儿应该。这东西我都觉得，这放到桌子上面吃的东西嘛，怎么放呀？小手这么有劲儿，哎，好解压。哎呀，我尝个米，看不错哦。这样，妈拿吧。谢谢。还干嘛？坐起来，亲一亲。你换衣服吧，换衣服在，我把这收拾一下啊。OK。快点走，快走。我要玩低的这个。很多粉丝说鱼儿是那种别人家的孩子，是个暖男，说我教得好。其实小鱼私底下和其他孩子是一模一样，特别淘气、调皮捣蛋。我和小鱼的相处方式就像朋友一样，他爱做饭就让做呗。不客气。我觉得孩子小的时候能过得快乐最重要。干杯！干杯！来，好吃不？今天是2020年的最后一天，小鱼一家正忙碌地筹备今晚的跨年聚会，而鱼妈和往常一样开启直播，和粉丝们分享生活。跟大家打招呼，快！这么多人想要看，这个是灯光啊，特别亮。给大家说，叔叔阿姨新年好！叔叔阿姨新年好！来。小鱼回来后一刻也闲不下来，知道弟弟妹妹喜欢吃甜的，便准备做糖葫芦。哎呀，这个纯山楂的，给爸爸。好的。另一边，丰盛的晚餐也已经准备好了。妈呀！哎呀，你怎么趴下？别看，这谁背的？那叫啥？好香，好香。在游乐场长大的小鱼喜欢做饭，开明的妈妈觉得孩子做个快乐的小厨师就很好。她顺水推舟，用手机记录分享小鱼生活的点滴，不经意造就了一位小网红。不论小鱼将来是否成为大厨，他与众不同的成长时光已然是童年最特别的财富。童年的经历同样深深影响着一位80后博主。回家吧，走。他把怀旧主题饭店开到自己家中。特别的是，饭店只有不到1平方米，每天只招待1桌客人。老板，我要2个肉夹馍。请稍等，先喝杯茶，吹吹风。好的。这个啊，就是我去年开的芝麻小饭堂。然后你现在看到的所有的食材呢，都会比正常的食材要小，大概10倍左右。我烹饪用的厨具啊，你看也只有正常大小的1/10，是不是挺有意思的？这么小的食材要多少份才能吃得饱呢？蜗牛，100份够吗？蜗牛。呀，因为
为几年前我偶尔看到袖珍食物的影片，当时就觉得太震撼了，觉得特别的治愈。结果一开始做这个迷你食物就停不下来了，然后就干脆辞职专门做这个。回到这就可以了，看看味道怎么样。我觉得是真的香，真的成功了。因为小时候印象最深的也是家里的厨房嘛，然后我就想，那我能不能把家里的厨房还原出来？这些像是从小人国偷来的食物，究竟是怎么做成的？其实经常有网友问我，这真的有那么小的食物吗？那我今天就带大家看一下我的冰箱吧。它这个是芦丁鸡的蛋，在鸡蛋里面是最小的了。这个小香菇，大家看一下是不是特别像这个大香菇？它这个叫蟹味菇，就是它这个头部跟我们平常吃的这个香菇特别的像，就做一些十字花刀，这样子的话就更形象一点了。网友也很好奇，就是小青菜是哪里来的？大的部分我吃掉，小的这部分就用在我的迷你厨房里。这个小鱼小虾都是可以吃的，觉得它的大小很合适啊。就我自己拍的，几乎每一个都是拍2、3遍以上的。有时候忙了一天，就到最后一步它就翻车了。越小的东西，它的火候啊或者时长啊，你越难去掌控它，它特别容易糊锅粘锅。哎呀，天哪，这个蛋好丑。很多网友给我留言，就说这些东西是不是在网上买的？其实，场景还有家具啊，都是我自己制作的，窗户啊、地板啊、桌子呀，还有一些小木铲呀，木制品做的还是比较多的。视频中一些简单的厨具出自徐静之手，工艺较复杂的厨具，作者则另有其人。离杭州200多公里的上海宝山区，藏着一位对袖珍艺术品有着同样执念的手艺人。在机缘巧合之下，两人互相观看了视频后，成为了好朋友。在他的帮助下，徐静的迷你厨房里增添了许多精巧的道具。我的绞肉机做好了吗？快做完了，就差组装了。这个是粘粉的，然后这个是绞肉的。粘粉啊，就是大米啊，那些都可以啊。对。哇，这个是装豆浆的那个吗？就跟我小时候的一样哎，就是这种绿色的小桶。对啊，保温桶。好精致啊，你做的。装好了，可以试一下。这个是调节面粉的粗细。先磨大米是吧？对，就直接可以磨。芝麻什么也都可以磨的啊。可以啊，没问题啊。哇，这真的好细啊，比面粉还细。汤圆啊、饺子啊之类的都可以做。准备过年用它来做那个汤圆。只有在幽静的大山里感受自然，徐静的心才会沉静下来。这个石头就是用到我的那个小池塘里啊，就可以养一些小鱼在里面。在生活中寻找灵感，是徐静最喜欢做的事情。我制作的灵感都是来自于童年的回忆，这是我按照1:8的比例还原老家我住的那个房间。还有这个挂在墙上的小照片，也都是真实挂在家里的老照片缩印的。徐静不断开发新的场景。公车站前摆摊的小店，校园的食堂一角，凭借一双巧手和无穷的想象力，烹饪指尖大小的袖珍食物，制造出更多怀旧的微型场景。今天，徐静的闺蜜带着小孩来家里做客，她要赶在天黑前把孩子最爱的蛋糕制作完成。哎呀，你们终于来啦！饿了吧？我们今晚吃火锅。
材你们帮我准备一下啊，蛋糕我来搞定，好不好？哦，好的，加油啊！哎呀，不要乱了。手巧的徐静，半个小时的功夫就把3个蛋糕做好了。迷你的太迷你，你们的迷你蛋糕来啦！咬我一口。甜不甜？好不好吃？甜。你在笑什么啊你？在网红4.0时代，人与人的连接变得非常便捷，各类素人通过一线之连、一屏之隔吸引粉丝，将自己变成红人、达人，活在地球村的精彩中。但推助他们走得更远的，往往是专业、真诚、热爱，以及不停摆的努力。